小玲，妈多亏有了你。我们回来了，家里有人吗？快点进来，别躲躲藏藏的。我怕这个样子被我姐看到会说死我的。哎呀，还是回家好啊！哎呦，哎，刚刚坐那么久的车，饿不饿啊？我去弄点吃的给你，要不要？你只会弄泡面好不好？你能弄什么好东西出来啊？还是等我姐回来骂完我，她一定会给我做好吃的。是，我不会弄，但至少我把你平安送回来了。你嫌我是不是啊你？哎，真的很疼。知道疼还那么冲，不过是演一句不露脸的符师，也能伤成这个样子。符师怎么了？符师也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趴在那儿也不能动，谁知道下面有石头啊？它飘啊飘就撞上去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场工作人员都说我很敬业，也许下一次就会有好的机会的。那当然啦，谁会像你一样呢？除了包扎费、零演费以外，其他一律不要，连回来的车费都是我们自己贴的。干嘛那么斤斤计较嘛？做人大方一点，要厚道。我是气你傻，气你不爱护自己，有没有其他的意思？鼻子还痛不痛？吓死我了！当然痛了。好啦好啦，我去买吃的给你，等我哦，不准乱跑。去了，真啰嗦。于强啊，于强，你太没用了，太不争气，能干点什么？你干什么都干不好。枉费了人小慧对你这么好，太没用了，你太没用了。坏了坏了，无颜见江东父了啊！你自己身体不好，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只是难过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，被别人误会，被别人羞辱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最尊敬的人。以前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也绝对不会因为那些事情而改变。伯母，现在既然叶夫人已经知道一切，我想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想想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杨董事长？他老人家明理，一定会公正处置的。我不赞成，我也不同意。爷爷对我们家那么好，万一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一定会很为难的。要是连爷爷也误会我们的话，我还不如现在这个样子呢。小飞说的对，我们还是赶快搬走吧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这样大家以后就不会再有摩擦了。你们的想法我能理解，但有一件事情，请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把夏雨阳的真面目告诉杨董事长，让他小心提防。可当初我们都没有说。当初没说，是为顾虑到小孩。那现在既然小孩没了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替他隐瞒了。孩子没了？孩子怎么会没了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别管了，你告诉我小飞孩子怎么会没有了？我不在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说句话呀！强，舅舅，强不能去！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你冷静一点，舅舅。我冷
气什么呀？你们都被欺负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通知我呢？我说过的没？我跟他们玩命，找他们去！舅舅，你别拦着我！如果你想于飞跟伯母再次受到伤害，你就去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杨家现在可是认定你跟伯母是敲诈跟勒索，把事情闹大了，你们可是要吃上官司的。你吓唬我是吧？啊？你以为我怕吃官司是吗？于情于理我都不怕。叶明涛那个王八蛋，当年甩了我姐，我姐含辛茹苦把小飞养这么大，我代表他们娘俩去要点抚养费，我有什么错？出发点是对的，但方式呢？你这么做，恐怕躲不过杨家律师团的攻击，更别说得要有跟他们耗上3到5年的心理准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于飞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？为什么他要息事宁人？为什么他要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？因为他想保护你，他想保护你们。是这样吗？舅舅，把这些事情都忘掉吧。我只希望过平静的生活。玉强，哎，舅舅，干什么呀，舅舅？舅舅，你别这样，舅舅！我该死。要不是因为我非要找叶明涛要那笔钱，就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。小飞的孩子也不会掉，都是因为我。舅舅，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但是你这样孩子也回不来了。现在再去责怪对方做错了什么，那只会让我们的伤更痛而已，对事情并没有帮助。我们还不如把事情通通忘掉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回家。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来，请。欢迎参观。你看我们这房子啊，宽敞气派，最能彰显居住者的尊贵身份。于洋，这房子哪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？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妈，你放心，等我当上了基金会执行长，这房子我们自然住得起。妈，之前答应你的事情，都慢慢实现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多。就这房子了，来，我先付定金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你现在就付钱啊？哎呀，你这孩子又不是去超市，人家说多少你就给他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得商量商量，打个折呀。牺牲了这么多，换来这些是值得的。哼，等着瞧吧，我会从这里开始，一步一步攀上我人生的最高峰。这些人真是太可恶了，抢人家老公的气焰还那么嚣张，当陈世美的一个比一个风光啊！哪有这种事情啊？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也不想这样算了呀，可我又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呀。就像小飞说的，我去找他们闹，我把叶明涛打得满地找牙，
又能怎么样？事实已经这样了，只会平添更多的麻烦嘛。于强，你可是于家唯一的男人呢。你们家的女人被欺负了，你居然像根含羞草似的，在这边说丧气话。该是你铁骨铮铮的时候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拿出你的勇气来。好，这一仇我一定要报。你确定？我于强大丈夫嘛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什么？这是我刚刚在网上搜到的资料，这可是一个能让坏人灰头土脸，让好人扬眉吐气的大好机会，对吧？于董事，里面请。董事长。待会儿，我先跟各位董事报告一下现在基金会的状况，以及与国外组织的合作计划。预计2个半小时之后举行记者会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南平，走开了，妈，别这样，让爷爷看见不好。要不是因为你爷爷，我连他的面都不想见。你是代表于飞打给我的吧？好啊，我们约个时间，好好把事情解决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跟叶玲约好明天下午碰面了。你跟伯母在家里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贺凡，如果你去的话，叶玲会更加不高兴的。还是我去吧。不行，让你单独跟她见面了，我更加不放心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可是这是我们2家之间的恩怨，我想还是我们自己解决比较好。好，那我陪你去。不许说不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呀？哎呀！有人，快放手啦！我不会放手的，我会一辈子这样牢牢的牵着你，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。等一下回去，我就跟伯母提亲，希望她可以答应让我们早日完婚。可是，于飞，不要拒绝我，让我名正言顺的保护你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看到你受苦，我心里有多难受？不会再给任何人有伤害你的机会。嫁给我，好吗？但上次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这次。你这次的求婚也太不浪漫了吧！雨飞，嫁给我好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很老套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记得啊，这是我们小时候躲藏的地方。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会经常回来这里。雨飞，15年前，你握着我的手，护着我逃跑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注定了我们2个人的缘分。现在，
让我成为你的依靠，帮你挡风遮雨，帮你分担所有的烦恼，好吗？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，脆弱的门推开就成，两个人的一生。还好我们回头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守护着你的。一双眼神，忘记一生浮沉。我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小飞，恭喜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，相信贺凡也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伯母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现在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还有家人，我真的觉得很高兴，很幸福。请伯母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和于飞好好的孝顺你，把你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。是我有福气啊，有你们这样的好女儿、好女婿，我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不好了！刚才于翔试镜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，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呢。不是让他在家好好休息吗？怎么又去拍戏了呢？妈，我们还是赶紧去看看舅舅吧。董事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于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就是基金会的执行长了，啊！这个职务是位高权重啊，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时间差不多，咱们去吧。小慧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于强在哪儿啊？我当然知道啦，是我送他来的嘛。应该是刚才换过地方了，我们再到那边找找吧。算了，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问服务台吧。好。哎，别去！我想起来了，是我记错地方了。于强在那边。刘小慧，你带我们绕来绕去，绕那么多圈，到底是搞什么鬼？被你们发现了。好吧，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，你们就等着好戏登场吧。我讲了这么多呀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一个病患代表一个家庭正在受苦啊。所以我希望，由于我们基金会的不断扩大，能够造福更多的人，使更多的病患家庭能够因此而获得重生啊。下面我向各位郑重的介绍我们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夏宇阳。他是个有才有德的好青年呐，我相信我们基金会在他的带领下，一定会因此而获得重生。哎，辛苦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请问有邀请函吗？什么函？哦，记者会的邀请函。哎呀，杨董事长亲自给我的，放哪儿了？我先去打个招呼，马上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营业员才能进来。不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他讲。你们真的要吓死人了！放人！真的要。
加油了！快快进去！舅舅。夏雨阳，你放屁！杨老爷子，于强，我不是故意来砸场子的，我这没办法了，我们这于家人吧，被欺负的过不下去了，你得给我主持公道啊！警卫，快把这个人赶出去，快点！叶别等，等一等，让他把话说完。我就想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尤其当着您的面，把夏雨阳这个丑的嘴脸给他撕下来，让你们看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他禽兽不如，你知道吗？于强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有你叶冰涛，竟然好意思赶我走啊！你当年为了娶人富家的这种大小姐，你抛弃自己的未婚妻，你是人吗你？啊，够了，你别再闹了。现在倒好，又出来个夏雨阳啊，比你还厉害，也要当陈世美，不但抛弃自己过了门的媳妇儿，连自己亲人骨肉也不要了。我呸！你是不是人？我把你们留下，就是想让你们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说。叫你说话呢，哑巴啦！你要真说不出来，我帮你说。反正你那些是吧，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都一清二楚啊。爸，我承认，当初我的确跟于越交往过，但是后来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什么叫分手啊？你把他甩了，这是有区别的。就算平涛因为我不要你姐，那又怎么样？没结婚，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，知道吗？那也得公平竞争吧？哪有硬抢别人未婚夫的道理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要再敢乱说话，我饶不了你！你闭嘴吧你！你太不要脸了，杨曼萍啊！当年我姐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是吧？带着叶明涛给你认识啊，你最后你背地里喜欢叶明涛，仗着你有钱有势，把他给拐走了，害得我姐差点跳河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差点死了，老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哪有？你别胡说！天哪！朗朗晴空之下，你真是红嘴白牙，你就敢否认这个事儿啊？杨老爷子，我说句句可都是实话，咱可以查是吧？好，这都怪我当初老糊涂，没有把事情查清楚，就把女儿嫁出去了，也才惹出了这么些祸端啊！于女士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于飞是平涛的孩子吗？这件事儿15年前就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忍到今天才说呀？爷爷，我妈是为了感激您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所以从来都没有打算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是我舅舅他气不过，所以才闹到这儿来的，真的很抱歉。杨董事长，我跟您女儿还有女婿的恩怨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我现在身边有小飞的陪伴，我已经很满足。今天的事非常的抱歉，我代于强跟您说句对不起。小飞，咱们走。好，等一等。于女士，你等一等啊。我这个人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。既然是曼萍他们对不起你，那我们杨家理所当然的应该补偿你们母女俩。不用了，爷爷。于飞呀，你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全都看在眼里。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能不管吗？爸，你别人说几句你就信，这年头骗子多得很。谁骗子？说谁骗子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你们刚才只是说了你们可怜的部分，你们威胁平涛呢？问他拿钱的事为什么不说？啊，为什么不说？那是因为叶琳的爸爸发现于强在卖场上班，故意找人设计陷害他，于强气不过才会这么做的。况且，他只是想帮小飞要点嫁妆罢了。小飞，你别说了，
这件事情都是我干的，老爷子啊，这有什么你要责备你就责备我，冲着我来，跟他们母女俩没关系。还真是姐弟情深啊！啊，以为找个人顶罪就能没事儿？妈，这件事情还是让爷爷处理吧。不行，以你爷爷的个性，一定会给他们钱。这对母女用尽心机，为的就是今天。这事儿要是一开头，还有完了。要是以后他们还拿于飞是平涛私生女这事儿来闹，我们岂不成了冤大头？好，曼平，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的人。爸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更何况都是他们一味的在说于飞是平涛的孩子，到底是不是谁知道？像这种穷人，什么肮脏龌龊的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我们是穷怎么了？但我们人穷志不短，不像有些人什么有钱叫叶平涛，他穷，他能看财想过好日子，所以他跟你走了，你比他真心对你好啊！去，伯母，我姓于，我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，在我心里面，我从来都没有爸爸，我只有我妈，所以请你大可放心，我不会拿爷爷的1分钱。说的真好听，指不定我们前脚走，你们后脚就闻我爸开口了啊？那谁知道？好了，别太过分了啊！杨董事长，与其各说各话，我倒有个解决的方法。这里是医院，就让于飞和伯父验 DNA 吧。只要答案揭晓，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。没那个必要，咱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做那个干什么呀？我说这姐，没准这个方式怎么了？这事儿都闹到这份上了，居然临阵退缩，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于飞真是你在外面跟别人生的野种，想赖给平涛啊？哎，你怎么说？你也是个长辈，你不要说那么恶毒的话，好不好？那就让你外甥女验，她要是不肯，就说明你姐心虚。不是你们验我不验，这凭什么呀？我验。小飞，妈，他怎么羞辱我，怎么为难我，我都没有关系。但是，我绝对不允许你羞辱我妈。我愿意做 DNA 的检验，证明我妈的清白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去安排。你等一等。你忙什么呢？平涛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谁能告诉我，他为什么想当陈世美，还抛弃了已经过门的妻子？董事长，全部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能因为爱上叶玲，就跟于飞分手，请您原谅我。医生，报告什么时候出来？最快2天后。哦，董事长，我们先下去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那好，2天以后所有人都到场，听取鉴定结果。等一下，急什么？我还有话没说呢。曼平，你又想说什么？爸，如果检验结果出来，于飞不是平涛的孩子，只是他们母女俩想捞点好处，那这事又该怎么处置？总不能简单的说一句“我搞错了”就拍拍屁股走人吧？那依伯母的想法，要怎么处置呢？很简单，我要你们跪在我面前，跟我道歉。曼平，你太过分了。爸，他们让我们当众出丑，我这么做已经便宜他们了。要是不答应，我一定会去告你们。你吓唬谁呢你啊？不是你这种女人连这种招都想得出来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但丑话说前面啊，如果叶明涛验出来就是于飞的亲爸爸，
你也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敢不敢？没问题。妈，爸都已经承认于飞是他的孩子了，你又何必这么赌气呢？这事儿也不是你爸能说了算的，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吧。我可不会白白便宜了他。我先去看你弟弟，可欺负到我杨曼平的头上，做梦！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董事长，很多事情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，请您给我解释的机会。不用了，方才在屋里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也听得很明白。另外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从事慈善基金会这个事儿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品德操守。显然，在这点上，你根本就不合格。基金会执行长一职，你更不合适。董事长，另外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想再接近叶林了，因为我绝对不允许在这个家里再出现第2个陈世美。开车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现在我已经决定了。解除夏雨阳执行长的一职，另外找人。平涛，爸，你放心啊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你毕竟跟曼平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孩子也都那么大了。我再怎么生气、失望，也必须看在他们母子3人的份上。谢谢爸。你要牢牢记住，你现在得到的，是牺牲了另外一对母女的幸福得来的。你要好自为之，不要再让我发现你做出什么让我不能原谅的事情。没有第2次，我绝不再饶你。是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至于想当陈世美，那也得女孩子肯给机会才行。满屏是一个，小林你呢？你和夏雨阳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方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没有细细追问你，那是因为我给你颜面，并不等于我没有放在心上。你现在老实告诉我，你跟夏雨阳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爷爷。真的没有？爸，这小林要是跟夏雨阳真有什么，刚才于飞早就告诉你了，那丫头会放过小林吗？好，小林呐，爷爷希望你没骗我，没有做出什么让我伤心失望的事。至于夏雨阳和于飞分手，我管不了，也管不着啊。但是你要跟夏雨阳在一起，我是绝不能同意的。一个连自己孩子都能舍弃，这么薄情寡义之人，你是万万不能跟他来往的。你记住了吗？我知道了，爷爷。至于他救了小伟，我会给他一笔钱的，让他到别的城市去发展。基金会，他是绝不能待下去了。
啊。品德、操守。对呀，这可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儿，到时候啊，你们都要来看看我们家新的大房子啊，一个也不能少，都得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们家宇阳回来了。宇阳，怎么还喝酒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打电话了，告诉他们啊，咱们家马上要买一个大房子，他们都好羡慕啊，说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功成名就的好儿子呢。哎，还有啊，售楼处来电话了，问什么时候能把钱交齐。退了，统统退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不会认输的。说买房子的是你，现在又说我绝对不会认输的。怎么了？有在想今天白天发生的事？其实，宇阳跟叶玲的事情，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但是对于我妈所受的羞辱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。一想到当年她受了那么大的伤害，现在还要被人欺负，你说我怎么能不生气呢？所以，说什么都要维护我妈的尊严，对我来说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明天千万别出事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就把医师请过来，宣布结果吧。是。记得把叶平涛的简体给换了。董事长 ，DNA 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好，念吧。于飞小姐与叶平涛先生的亲子关系鉴定，吻合度是99.99%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有问题！我要求重验。好，随便验啊，反正医院是你们家开的。曼萍，闹够了没有？啊，这些简体都是当着我们大家面采集的，当时你也在场嘛。现在答案揭晓了，不合你的意了，又想不算数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一定是有问题的。伯母，如果您非要坚持再验一遍的话，没有问题，我愿意的。不用了，这事实就在眼前了。嗯，我相信你是平涛的骨肉，你们放心，我会按照以前的约定给你们一笔钱的。爷爷，真的不用了，我只是想替我妈讨回个公道，证明她的清白。
我是绝对不会拿您这笔钱的。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杨女士，你忘了吧？咱们还有约定呢。你不是说谁赌输了就给对方下跪道歉吗？啊，你看你这人，开始吧。舅舅，别闹了，我这是说好的，我。杨董事长，很抱歉，咱们走吧。小林，爷爷，你要多安慰安慰你妈妈，想办法让她接受这个事实。毕竟当初是她的错。我知道，我会的。